1928年，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中国东北迅速展开，其影响深远，不仅改变了一个地区的命运，也重塑了整个国家的历史轨迹。这一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黄姑屯事件，随之而来的是奉系军阀张学良的重大决策改换旗帜，正式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这一刻不仅是对个人信仰的考验，也是对民族未来的抉择。让我们先回到那个动荡的时代，感受那一刻的历史重量。1928年的中国正处于北伐战争的关键时期，国民政府在南方逐渐统一了大部分地区，而北方则由不同的军阀割据。其中，张作霖领导的奉系军阀是东北地区的主要力量。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改变了一切。6月4日，张作霖在黄姑屯附近乘坐火车时，遭遇了一次致命的爆炸事件。这场事件迅速被认定为日本关东军的策划，目的是为了消除张作霖这个对日本帝国主义扩张计划不利的障碍。张作霖的突然去世，让他的儿子张学良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军事压力。张学良，年轻的东北军统帅，面对父亲去世的巨大打击，必须迅速做出决策。一方面，他深知继续与国民政府对抗的艰难和风险；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张学良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选择，放弃奉系军阀的旗帜，与国民政府合作。这一决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标志着中国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进展，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其次，张学良的选择也展示了一个年轻军阀的政治智慧和对国家未来的深刻考虑。但是，这个决策背后的故事并不简单。张学良的选择是在极大的内外压力下做出的。一方面，他需要处理好与其他军阀的关系，特别是在自己父亲被暗杀之后；另一方面，他还必须考虑如何保护东北3省的安全，抵御日本的侵略。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张学良的选择充满了勇气和远见。随着张学良宣布改换旗帜，东北3省的局势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不仅是军事和政治上的转变，更是对东北地区民众未来命运的重要决定。张学良的这一决策虽然在当时引发了一些争议和反对，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它无疑是促进了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关键一步。在接下来的第2段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张学良的这一决策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深远意义，以及它是如何影响着后世对这位历史人物的评价。同时，我们也将分析张学良个人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在中国历史上独特的地位和影响。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在用心的做视频，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麻烦你点赞和订阅，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谢谢你。张学良的决策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政治选择，它更像是一次深刻的文化和社会觉醒。当张学良选择放弃奉系军阀的旗帜，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时，他实际上是在尝试结束那个时代的军阀割据，开启一个更加统一和稳定的国家发展新篇章。这一决策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张学良个人的命运和形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张学良的选择加速了国民政府对中国统一的进程。在他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得以迅速控制东北地区，从而为后续的抗日战争准备了坚实的基础。东北3省的归属不仅是地理上的统一，更是精神和文化上的融合。这种统一为抗击外来侵略者提供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其次，张学良的决策也体现了他个人对于国家未来的深刻思考。虽然出生于军阀世家，但张学良却展现出了不同于常规军阀的政治智慧和远见。他认识到与国民政府合作，放弃个人的军阀利益，对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超越个人和派系的高度，使得他在历史上留下了独特的印记。然而，张学良的这一决策也给他个人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挑战。他不仅要面对其他军阀的反对和猜疑，还要应对来自日本的压力和威胁。在这种复杂的内外环境中，张学良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和决断力。他的这一行为不仅是对个人信仰的坚持，更是对民族未来的负责。
在中国历史上，张学良因此成为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一方面，他被认为是推动国家统一和抗日战争的关键人物之一；另一方面，他在后来的西安事变中的角色，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命运，也让他成为了历史评价中的复杂人物。不过，无论如何，张学良在中国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否认的。张学良的选择也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变迁。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国家的转变，从军阀割据到国家统一，这些变化都在张学良的决策中找到了体现。他的选择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文化和社会层面的转变。最终，张学良的这一选择被历史证明是具有前瞻性的。他的决策不仅加强了国民政府的统治，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铺平了道路。虽然他后来的人生充满了坎坷，但他在这一历史时刻所做的选择，永远铭刻在中国近代史上。继续深入探讨张学良的历史决策，我们不得不提及这个选择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的深远影响。张学良的决策不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个决策所体现的不仅是政治上的合作与转变，更是对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和决定。首先，张学良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中国从一个分裂的国家向一个统一的现代国家的转变。他的这一行为实际上帮助了国民政府巩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控制，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了地域的统一，更关乎到了国家认同和民族精神的统一。其次，张学良的决策也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社会对于外来侵略的反应和态度的转变。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张学良放弃了地方军阀的利益，选择与中央政府合作，这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是一个非常大胆和前瞻性的决策。这一选择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政治智慧，更展示了他对于民族大义的深刻理解和承担。此外，张学良的这一决策也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选择被视为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也是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重要举措。张学良在这一历史关头所做出的选择，不仅影响了他个人的命运，更深远地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然而，张学良的选择并非没有代价。在放弃军阀身份，接受国民政府管辖的过程中，他不仅面临着来自其他军阀的压力和反对，还承担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这种压力和风险不仅来自于政治对手，也来自于广泛的社会舆论和民族情感。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张学良的决策更显得勇敢和坚定。此外，张学良的这一决策也引发了对他个人历史地位的广泛讨论和争议。一方面，他被认为是一个民族英雄，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在后来的历史事件中的角色，特别是在西安事变中的行为，也使他成为了一个复杂且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这些争议和讨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对于历史人物的复杂评价和对历史事件的多元解读。综上所述，张学良的这一历史性决策不仅改变了他个人的命运，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史的走向。他的选择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一个民族的觉醒，以及一个国家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艰难过程。在中国近代史的长河中，张学良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决策和行为将永远被记载在历史的篇章中。能看到这部分的朋友，我谢谢你的支持鼓励，我给你点个赞，你也给我点个赞好吗？在深入分析张学良的历史性决策及其影响之后，我们不禁思考，这一切对于今天的我们有着怎样的意义和启示？张学良的选择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声，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当代社会和我们每个人面临的抉择与挑战。首先，张学良的决策提醒我们，历史上的每一个选择都可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当我们回顾历史，特别是张学良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时，我们不仅在学习过去，更在思考未来。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可能会影响到更大的社会和历史进程。
张学良的选择虽然发生在上个世纪，但他的影响和启示依然值得我们今天去深思和学习。其次，张学良的历史地位和他所做的决策，也启发我们对待历史要有更加复杂和多元的视角。历史人物并非非黑即白，他们的选择和行为常常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和复杂情境下形成的。正如张学良，他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面对复杂的内外压力和挑战时做出的。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时，需要具备深入理解和全面分析的能力，避免简单化和片面化的看法。再者，张学良的生平和他所做的选择，对于理解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研究张学良，我们能更深入地理解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艰难历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力量的互动和影响。张学良的故事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材料。最后，张学良的生平和选择也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启示。在当今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种种挑战和选择。张学良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面临怎样的困境和压力，坚持正确的决策，考虑长远的利益和大局，总是至关重要的。他的生平也提醒我们，个人的选择和行为不仅影响自己，更可能对社会和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综上所述，张学良的生平和决策不仅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重要章节，也是对当代社会和我们每个人的深刻启示。他的故事既是对过去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思考。在面对选择和挑战时，我们可以从张学良的生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勇敢地面对自己的未来，为社会和历史做出贡献。而这正是历史给予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和启示。